过异形的都知道，异形不仅乖巧听话，而且长大了还能当成宠物骑。可我却让异形抱脸虫寄生自己，创造出更强大的新物种。只因在这个全民预售的世界，只有我知道异形的强大之处，不仅拥有极强的繁殖能力和生长速度，甚至还能同化预售基因，诞生更强的形态。而此刻在学校办公室内，班主任一脸疑惑地看着我：“同学，你是不是被网上的营销号洗脑了？虽然昆虫拥有超越自身体重的力量，可大小一旦超过临界值，就会被自身重量压垮。你真的要选择那什么抱脸虫吗？”我已经想好了，老师，我认为抱脸虫是最适合自己的预售。班主任见我不愿意放弃，也只好将几张预售卡递来，这是你的入学资源，拿去吧。1个星期后，学校会对你们进行一次摸底考试，在那之前，你如果想要回心转意的话，还来得及。我微微点头，从张宇手里接过卡片，道了一声谢后，便转身离开这里。半个小时后，我回到了被分配的寝室，接下来就是培养预售了。随即我拿出了张宇给自己的领域卡，伴随着一道虚淡的光芒，很快自己来到了一片大草原上。这里是领域还未开辟的原始空间。这时一道系统声突然响起，宿主是否更改原始空间的环境？由于不同预售需要不同的生存环境，所以进入后每个新生都可以获得一次改造领域的记录。不需要，我直接拒绝。毕竟异形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生存环境里都能生存下去。开始提取宿主的预售信息，是否开始培育？系统可否以我自己为蓝本制作出食物来？虽然可以让抱脸虫寄生在牛羊之类的动物身上，但是抱脸虫最为强大的地方便在于基因同化，而人类的基因无疑是最完美的蓝本。只不过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我一句话直接给系统干沉默了，直到2分半后才有了回应。开始解析宿主身体，制作预售食物。只见一道光芒闪烁，一具与我一模一样的食物便从空中坠落。开始解析宿主记忆，是否孵化抱脸虫作为预售？是，我毫不迟疑的点头。随着系统完成解析，这种不该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生物很快便出现在了面前。只见那只渐渐苏醒的抱脸虫，并没有直接扑向我的复制体，而是蜷缩在草地上，仿佛是在等待我的命令一样。于是我旋即下达了第一条寄生命令，瞬间，抱脸虫飞速向着食物扑了过去。我如此中意抱脸虫的原因，便是它孵化方式。孵化不仅快速，而且一旦进入到成年体后，异形便会自行产卵，孵化出更多的抱脸虫，生生不息。我环顾四周，看了一眼茂密的青青草地，用不了多久，这里就能诞生出一支异形军队。而这时异形从复制体中钻出时，一股血腥味也弥漫开来。我开始观察起钻出来的小异形，与只会寄生的抱脸虫不同，破凶者异形的防御力、战斗力都得到了双重升级。只要喂以足够量的食物，短短几个小时就能变成成年体。那么开始喂食吧。于是我用资源卡制造出一头头庞大的野牛。随着我一个眼神，破凶者异形才按耐不住地向着牛群狂奔而去。起初牛群还没将这小小的破凶者放在眼里，直到他跳到其中一只的脊背上，从口中分泌出酸液溶掉老牛的脖子时，整个牛群才意识到危险降临，惊慌失措地逃跑。可他们哪里跑得过异形啊？随着他不断进食，身体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短短1个小时不到，竟然暴涨到了1.8米的身高。由于他是这片预售空间中唯一的异形，原本存在于身体里的雄性基因慢慢消退，使得破凶者在进食的过程中发生了转变。这时异形女王这一变化让我都感到十分意外，还以为需要不断解析创造抱脸虫才能培育异形大军，结果没想到异形还能自动转化性别。我试探性地抚摸起异形女王的头，手感比想象中的要光滑，就像是穿着白丝女孩的大腿。怎么感觉我的异形女王有些眉清目秀的？就在我享受这一切时，肚子却传来一阵咕噜噜的响，于是我便退出了预售空间，准备去填饱肚子。半小时后，我来到学校食堂，正想进入之际，一个浑厚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你就是那个马克？你是？我是高一新生陈凡，入学排名第11位。我记得你全市排名第7，既然在这里碰上了，那不如分给高下。”我万万没想到，才开学第1天就被人盯上了。不过这种挑战自己没理由拒绝。异形最大的优势就是通过寄生的方式来同化其他生物的基因。这陈凡既然这么有自信，说明他培养的预售战斗力不俗。而且我也想看看自己的异形女王在这个预售世界到底有多强。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掏出预售空间卡，与陈凡来到了联机领域。霎时间，周围变换成了一片郊外，紧接着便是一阵响彻整个空间的咆哮声。只见一头棕黄色的三角龙不断向这边狂奔而来。陈凡双手抱胸不屑道：“那么你的预售是什么？”我没有回答，而是看向了自己的预售空间，发现异形女王不见了踪影。仔细观察一番，才看见地上不知何时被挖出来一个深坑。一瞬间，我恍然大悟，异形的社会构成是虫巢意识，在获得充足的食物后，女王便会通过单性繁殖的方式来进行产卵，而地点便是漆黑阴暗的洞穴里。自己没有第一时间想到这个问题，为异形女王建造舒适的巢穴，才导致她硬生生挖出了一个地下洞穴。看了她那个洞口的大小后，我忽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陈凡，你现在退出还来得及。陈凡重重冷哼一声，自己的预售可是古代种的三角龙，他的头角和骨盘本就是为了战斗而生。然而下一秒，整个地面开始疯狂震动，只见一团黑色的庞然大物从深处一跃而起。陈凡下意识抬头看去，只感觉这家伙的体型足以遮天蔽日，他培育的三角龙更是瑟瑟发抖，不断喷出黄色尿液。见此，我也是被吓了一跳。自己从预售空间离开之前，异形女王才1.8米几，现在足有4-5米那么夸张，而外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不等陈凡来得及看清他的动作，异形女王便已经冲到三角龙面前，用尾巴狠狠刺进对方脖子。我稍
稍微犹豫了一下，还是没让异形女王对陈凡出手，毕竟自己跟她也没有什么恩怨。下一秒，异形女王便头也不回地跑回地下洞穴，整个过程连半分钟都没用上。在异形这种不讲任何道理的怪物面前，即便是古代时期的巨兽，也完全不是对手。此时陈凡被刚刚的一幕吓傻了，那团黑乎乎的东西是什么？马克的御兽，怎么感觉不像是蓝星上曾有过的物种？难不成是数百万人中才会诞生出的幻兽种？受到巨大打击后，陈凡彻底失去了斗志，瘫坐在地上，而御兽空间也开始瓦解，两人很快回归了现实世界。喂，什么情况？陈凡惨败了。马克的御兽不是抱脸虫吗？他是怎么做到的？一时间，围观的众人充满疑惑。我没有理会他们，心想这才仅仅只是个开始。当异形这个族群繁衍到足够庞大时，还会诞生出女王之母这样的究极生物。可就在这时，班主任却突然出现，将我带到了办公室。马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叹了口气，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出来。原来如此，不说这个了，让我看看你的御兽。张宇话锋一转，他本来就不打算问责，之所以把我带过来，只是好奇到底培育了什么御兽，能把陈凡吓成那个样子。可就在这时，两个男人却突然闯了进来，正是陈凡的班主任李国胜和体育老师张盼盼。张宇，你的学生杀了陈凡的御兽，在大庭广众之下折辱我的学生，未免太过分了吧？面对青筋暴起的李国胜，张宇气场丝毫不弱。高一新生本就血气方刚，发泄一下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吧？倒是张盼盼老师，难道也是过来问责的？你误会了，我来只是好奇马克同学培育了什么样的御兽。说着，张盼盼扭头看向了我。你好，我是你高一学期的体育老师，方便让我看一下你的御兽吗？好啊，我爽快答应。毕竟在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御兽课就是体育老师上的，没必要一上来就激化矛盾。等一下，李国胜脸色一黑，自己拉张盼盼过来，可是让他帮陈凡出头。别急，倘若马克的御兽是用了什么卑劣的手段取胜，我这个体育老师自有话说。见此，我冷笑一声，等你们见到异形，恐怕都得吓得尿出来。想到这，我拿出御兽空间卡，向3位老师发出邀请。进入后，众人来到了一座漆黑的地下洞穴前。啪嗒！就在我准备制作火把之际，张盼盼突然打了个响指，光电鳗，随即3条通体银白的电鳗凭空出现。下一秒，它们便闪烁出耀眼的白光，将整个洞穴照亮。我目光微明，要是能让我的抱脸虫寄生这光电鳗，会发光发电的异形，想想就过瘾啊！张老师，你这御兽能送我一个不？据我所知，强大的御兽师可以拥有好几个御兽空间，拥有的御兽也数不胜数。这光电鳗搞不好是张盼盼手里最不起眼的御兽之一。就算我想送你，这种阶级的御兽也不是你现在就能控制住的。若御兽师自身实力不够强大，很容易遭受御兽的反噬，脱离控制吗？我若有所思起来，异形是等级森严的虫巢社会，可变成御兽之后还会适用吗？不，我摇了摇头，没什么好担心的。若实力不够，那就变得强大。如果异形女王注定是魔女的话，那我只要成为魔王就可以了。随着异形人不断深入，张盼盼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张老师、李老师，你们不觉得这个洞穴有些过于夸张了吗？从地面到眼底，足有3层楼那么高。还有从刚进来时，洞穴深处便不断传来嘶嘶嘶的怪叫，这声音不仅让人听力有些不适，还透露着一股彻骨的寒意。闻言，张宇的脸色也变得古怪起来。我记得马克的御兽是抱脸虫吧？不是虫子吗？怎么会需要这么大的空间？10分钟后，几人才进入了洞穴主巢。当看到眼前的一幕时，3位老师都瞬间惊呆了。马克，你管这东西叫抱脸虫？只见对面的异形女王蜷缩着双腿，身躯足有2层楼那么高，而她身后排列着一颗颗白色的卵。陈凡的3角龙御兽也被丢弃在一边，一只抱脸虫正寄生到他的脸上。见此，张宇倒抽了一大口冷气。马克，你别告诉我说这玩意是从抱脸虫进化来的，也不能说是进化，它其实就是抱脸虫成年的样子。霎时间，3人不约而同的惊大双眼，再看地上密密麻麻的虫卵，按照马克的话，岂不是意识着这些虫卵都能变成异形女王这样的庞然大物？也不尽然，只有雌性抱脸虫才能长到这么大，而雄性抱脸虫要小得多。张宇这才恍然大悟，看来就像是蚂蚁，以后的体型通常比普通蚂蚁大3到4倍。不过看这巢穴的情况，异形女王还是单性繁殖，那岂不是只要给它足够的空间资源，就能不断扩张族群？这未免也太不讲道理了吧？马克，你到底是怎么创造出这种御兽的？难不成是远古时代的？在远古时期，蓝星因为含氧量过高，诞生了许多奇奇怪怪的生物，哪怕只是蚊子，放到现代也会大得出奇。基于这样的关系，张宇不由得猜测，马克说不定是在某本御兽古籍上发现了这一型，所以培育出了这玩意。不对，张盼盼反驳了张宇的话语，这不是古代种，马克的御兽是幻兽种。常规种御兽和古代种御兽都是基于蓝星生命系统而诞生出的御兽，幻兽种则完全超脱于这一限制。等一下，你凭什么认定马克的御兽是幻兽种？李国胜一时间难以接受，如果真是，那马克绝对是这届状元，自己就无法为陈凡强出头了。然而张盼盼却没有回答，而是走近检查起异形女王的卵，手里还握着一张独特的卡片，从中闪烁出光芒，笼罩着整个虫卵。这一型的生命构成并非是碳元素，蓝星上已知的所有生物都是以碳元素为有机物质基础构成，只有幻兽种御兽可以跳出这一束缚，以其他元素为有机物质基础。没错，这只异形是硅基生物。张盼盼掷地有声地说道，能够将自己幻想中的生物进行解析、构筑、孵化、培养，无疑是幻兽种御兽师才能做到的事。这下子，李国胜彻底傻眼了。见此，我趁机严肃道：“李老师，虽然我的异形女王杀害了陈凡的御兽，但是她挑衅在先，希望你能让她以后不要再乱来了。”
很好。李国胜的音量突然提高了几倍，就在我以为他会克制不住放出预售时，李国胜却上前握住了我的手。你要不要来6班？我可以让你当班长，还有你高中3年的伙食费我都出了。不是哥们，这剧本不对啊！你刚刚嚣张的太多了。这时张宇一把将其推开，老李，什么意思？跟我抢学生是不？你给我等着！说着，李国胜直接拿出了预售空间卡离开这里。他喵的，这个老李一定是跑去找老王了。马克，你就放心培育你的抱脸虫，在这个学校我罩你。随即张宇也掏出了卡片离开。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我不由一怔，什么情况？这老王是谁？应该是王凯，你们的年级主任。他们火急火燎的下线，想必是找老王争你去了。张盼盼微笑着解释，虽然陈凡是个好苗子，但没有人会为了古代种预售去得罪一个幻兽种预售。好了，你的预售又要孵化了，我就不在这里继续打扰。话落，张盼盼也退出了预售空间。而这时，一旁的三角龙轰然倒地，肚皮开始不断鼓胀，随着砰的一声，整头异形从三角龙体内挣脱出来。依稀记得异形女王还是破胸者时，身高还不到1米，而眼前的新异形整体外骨骼更加巨大，脑袋上也长出了三角龙的脚骨。就叫你异形三角龙吧。我摸了摸他的脑袋，决定摸底考试就交给他了。虽然异形女王拥有更恐怖的力量，一旦放出无疑会震惊整个鹤城一中，但她为了生育已经长出了产卵器。不过异形女王可以在特别危急情况下与产卵器分离为族群而战，但这一过程也会产生巨大痛苦。区摸底考试而已，犯不上为了更好表现就让自己的异形女王受苦。接下来的几天，我都泡在预售空间里，用资源卡创造出大量的复制体食物，让异形女王产下的抱脸虫进行寄生。没过多久，预售空间内便诞生出30多只异形，而异形三角龙也很快长到成年体，是培育的大军里实力仅次于异形女王的存在。然而下一秒，预售空间却突然发起警报，内部空间与食物不足，请及时充值。我一脸黑线的掏出资源卡，这些天自己重复最多的一件事就是不断往里面充钱，现在已经是身无分文了。可要是不解决空间和食物问题，异形的上限也就到异形女王这里了。算了，还是去找张宇帮忙吧。就在我准备返回现实世界时，预售空间卡忽然传来一道声音，请所有鹤城一中的新生到学校操场集合，参加新生摸底考试。摸底考试，差点把这件事给忘了。我稍微收拾一番，便急匆匆赶往了操场上。此刻全校师生都汇集在这里。在见到张宇后，我将自己钱不够的消息说出，对方也是十分震惊。要知道送给新生的资源卡可是够预售吃上一个上学期的。等等，你现在有多少只异形？张宇很快意识到了问题重点，凭异形女王那个头，不可能把资源卡里的食物这么快吃完，除非那些虫卵已经孵化出抱脸虫，并成长为了异形。一只异形女王，一只异形三角龙，还有37只雄性异形吧。闻言，张宇不禁颤抖起来，太夸张了，这是在预售，不是在养猪啊！马克，你这次就正常发挥，至于资源卡的事，我来搞定。我笑着点点头，可下一秒却发现一个少年正冷眼打量着自己，那是3班的张树人，这次中考第2名，也是个天才级别的人物，是你这次的主要竞争对手。不过嘛，他的预售远不如你。张宇话音刚落，摸底考试也正好宣布开始，要求每位考生通过预售空间卡连接机器，再操控预售，对跑到终点的机器发起攻击。虽然规则简单，却能测试出预售的耐力、爆发力以及预售师对预售的控制。随着一班同学进入考场，操场中心的大屏幕也迅速显示出了画面。我直接拿出一个小本本，打算把那些预售厉害的同学名字记下。你的预售很不错，但马上就要被我的抱脸虫寄生了。然而看了半天，没有一个让我觉得眼前一亮。放出的预售几乎都是常规种，更要命的是，这些新生仿佛根本不会下达指令。那些预售不是跑错了道，就是原地不动。这些新生的水平会不会太差了？我忍不住吐槽起来。毕竟才7天，这点时间能干什么？你以为谁都是你这种怪物吗？说着，张宇拍了拍我的肩膀，到咱们班了，好好发挥。我点了点头，走向操场，拿出了预售空间卡参加考试。下一刻，一道虚淡的光芒将自己吞噬，再次睁开眼时，来到了一片洁白的空间。马克同学，请选择预售进行考试。话落，眼前便出现了3个选项。随着我伸手点击，异形三角龙赫然出现在白色空间之中。去，给我干掉那个机器！异形三角龙接到命令后，咆哮一声便猛地奔跑起来。凭借巨大的体型优势和灵活的机动性，1000米的跑道长度瞬间就被他甩在了身后。下一秒，异形三角龙高高扬起尾巴横扫过去，伴随一道巨响，机器直接被拦腰斩断。见此，操场上所有人几乎是鸦雀无声。从选择预售再到异形三角龙完成攻击的指令，整个过程连3分钟都没用上。喂，我没看错吧？这也太快了！那个黑漆漆的大家伙到底是什么？怎么看也不像是常规中的预售吧？另一边，我走出考场后，张宇便主动上来迎接。好样的！按照他原本的设想，我这次摸底考试足以让人眼前一亮。可现实却是颠覆了大家的世界观。放眼整个高一新生里，恐怕没有人能再超越。果不其然，等新生全部完成考试后，前100名被排列了出来。以3分钟速通考试的我，无疑是这次的第1人，甚至把此前霸榜各种第1的李青青给压制下去。不过摸底考试只是刚刚开始，此后增加了大量预售课，以便应对之后要参加的高考。这天在我前往教室的路上，张宇急匆匆的小跑过来，可算找到你了。怎么了，宇哥？难不成6班班主任李国胜真的动用了关系，把我要过去了？宇哥，你放心，我没有去6班的想法，不是转班的事。区老李还没资格从我手里抢人。是学生会。说着，张宇将我拉到了楼梯拐角，一副生怕被人发现的样子。如果他们要跟你签什么合同，你就说再考虑考虑。合同？学生会还能跟学生签合同吗？我挑了挑眉，看来这个世界的学生会与自己认知中的有很大出入。大概是什么合同？具体情况我现在还不方便告诉你，而且这只是我的猜想，学生会也可能有别的打算。总之，
这些书面协议之类的东西先不要签。说罢，张宇便让我先去教室，自己则离开了这里。看来学生会能量很大，就连张宇这个老师都很是忌惮。算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好了。想到这，我平复下心情，向着班级走去。然而刚进去找了个座位坐下，便听见门口传来一阵洪亮的声音：“马克同学在吗？有什么事？”“你好，我是高2、3班的王斌，是学生会组织部的，我们部长让你过去一趟。”说着，王斌还看了一眼黑板上的课表，通识课少上几节没什么关系，老师那边我们会去通知。通知？我眼眸一动，什么情况？只有上级对下级才会用通知这种说法。想了想，还是决定去看看对方到底要干嘛。随着王斌将自己带到操场上，眼前赫然站着一群人。“你就是马克？”其中坐在椅子上的男人开口道。“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钱锋，是学生会组织部的部长。只用3分钟就通过了摸底考试，真是难得的成绩。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眼看我没有回答，钱锋继续道：“预售这件事不仅要看天赋，还要有资源。为了不让家境一般的天才陨落，我们学生会将提供资源上的帮助。马克同学的父母应该都是普通职工吧？”闻言，我不自然地挑了下眉。才短短1天时间，连自己家境都调查清楚了，这学生会果然出乎了我的意料。那么代价是什么呢？代价这种说法就显得太夸张了。钱锋笑了笑，拿出了一沓文件。如果马克同学愿意接受我们的资助，可以签了这份合同。我先看看吧。说着，我一把抓过文件查看起来。然而上面并没有看到什么霸王条款，相反条件还十分诱人，比如会给自己提供经济资助，规划高中3年的发展，甚至一些预售竞赛都会有专门的学长进行1对1负责。难不成这学生会真是好人？就在我如此思索时，最后一项条款引起了我的注意。该学生高中首选志愿填报工作将由学生会负责。记得高中志愿好像可以报3次，就算首选志愿出了什么问题，只要第2、第3志愿没报错，依旧可以上一个好大学。还是说这个世界的志愿填报工作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情况？联想到张宇事先就提醒自己，我直接拒绝，将合同给扔了回去。可就在我转身回去上课时，王斌跟另一名学生却将自己拦了下来。怎么着？是想逼我就范吗？别误会，马克同学，我们学生会还没有那么低级。既然你觉得合同不合理，我回去向上反映就是了。只不过王明同学看了你摸底考试的直播，一直吵着想挑战一下你这个天才预售师，我不免有些无语。这下马威当真只有高中生的水平，不过能被叫来当打手，想必他的预售很强，刚好可以让异形同化基因。想到这，我拿出了预售空间卡，准备进入决斗。可王明却摇了摇头，不必那么麻烦，直接在这里吧。什么？没想到预售还能在现实里进行决斗，那就出来吧。异形三角龙。霎时间，一个庞大的身躯赫然出现在了操场上。这就是天才吗？王明目光微凝，打量了一番异形三角龙。不过自己的预售也是非常强大的，伴随着一道光芒闪过，王明也放出了预售。钱锋等人嘴角微微上扬。虽然王明的预售只是常规种，但在学生会的助力下已经完成了一点，而马克的预售才诞生不久，甚至都没有什么实战经验。在他们看来，这场战斗的胜负天平已经朝王明倾斜了。干掉他！狼神！随着王明一声令下，狼人举起大刀向着异形三角龙猛砸过去。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一击会砍掉对方脑袋时，异形三角龙却主动接上去，随着咣当一声挡下了此次进攻。王明眼里闪过一丝诧异，这长刀可是黑钢合金打造，能够做到削铁如泥，而且这狼人的臂力也十分夸张，一刀砍下去足有几吨的爆发力。不过他很快便收起了诧异，狼人有的可不仅仅是力量，真正的王牌是他的速度。就算你拥有很高的防御力，能够挡下狼人的一刀斩，但问题是你能挡下几次？只要不断对同一位置进行斩击，迟早可以做到破防。意识到王明的想法后，狼人踩着蝴蝶步，不断在异形三角龙身边闪转劈砍。终于在不知道砍了多少下后，狼人手里的刀刃才嵌进这异形三角龙的骨盘，绿色鲜血从中溅射出去。然而下一秒，狼人却捂起眼睛连连后退，那刀刃更是被一下子折断。什么？王明顿时懵了，明明是自己的狼人砍伤了对方的御手，怎么会这样？你们快看狼神的刀！其他同学顺着王斌的提醒看去，发现上面竟产生出大大小小的窟窿，那是异形的血吗？仔细观察就能发现，粘在刀上的液体与从异形骨盘中喷出来的液体完全一样，并且还具有很强的腐蚀性。只见上面的窟窿不断变长，最后滴落到地上，狼人的武器也被分解成了几段。而就在这时，异形三角龙猛地甩出尾巴，对着狼人的脖子就是一发重锤，伴随着一道闷响，对方直接栽倒在地。你的预售基因我就收下了。说着，我旋即从预售空间放出了刚刚孵化的抱脸虫。可就在这只抱脸虫即将抱住狼人的面部时，一把飞刀却突然飞来将其贯穿。我扭头看去，赫然发现王明身边竟站着另一只狼人。结，我可没有说过只用一只预售来跟马克同学战斗吧？毕竟越是厉害的预售师，可以操控的预售数量就越多。还是说马克同学目前只培育了这一只预售？那真是可惜啊。说着，王明还在不断放出自己的预售，短短2个呼吸不到，身边就围聚了4只狼人。见此，钱锋歪嘴一笑，本以为我会被吓到，会指责王明是在欺负人，然而我的脸上却浮现出了魔鬼般的笑容。王明同学，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像狼人这种异变过的预售，起码得用1年半载才能培养出来，自己用抱脸虫寄生，不就可以直接摘取果实了？想到这里，我都高兴得快压不住嘴角了。那就别怪我欺负你了。顿时耀眼的光芒向着四面八方席卷，映入眼帘的一幕直接让王明看傻了。一眼望去，密密麻麻的异形将他的狼人团团包围。虽然这些异形的体型不似异形三角龙那么高大，比他的狼人也矮了一头，但数量却是狼人的10几倍。这不可能，我一定是在做梦。恍惚间，王明还发现被我放出来的还有大量抱脸虫。
他们正虎视眈眈盯着狼人们，而其他一行则纷纷扑了过去。短短几个呼吸不到，这些狼人全被扑倒在地。不，住手！眼看爆脸虫已经爬上了狼人的脸，王明再也克制不住情绪。马克，求你了，不要伤害我的御兽，要不然我的御兽生涯会就此陨落。呵呵，倘若是你的御兽占据优势，你会放过我的一行吗？我声音低沉而冰冷，直接将这5只狼人全部击生。而一旁前锋等人也完全被自己镇住。见此，我冷笑一声，收回了一行和5只狼人后便离开此处。回到教室后，我刚找到座位坐下，同桌李青青便开口道：“做得好，不过才开学不久，就跟学生会的人爆发冲突，可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你觉得学生会还能打压我？学生会的手段可不止这些。这些年，他们牢牢控制着鹤城一中的志愿填报。看来这个李青青似乎知道一些内幕。想到这，我当即询问道：说起来，他们找我时曾拿出了一份合同，里面有个首选志愿，有什么说法吗？你听说过师大吗？是我们国家最强的10所大学，他们不仅拥有丰富的资源，最重要的是，只有师大才有资格进入御兽界，而师大只录取首选志愿，这也是学生会合同里面的陷阱。要是你一个粗心签了合同，那以后能不能上师大，就完全捏在学生会的手里了。我不由得一脸黑线起来，难怪张宇会特意叮嘱自己。不对啊，师大在这个世界有着非凡意义，如果学生能够考上师大，那学校也是可以从中受益的。为什么要任由学生会胡乱呢？这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了，楚星河。他的御兽生涯简直离谱，在初中就开始了御兽，高中更是全年保持着第一。在他出现之前，一中的学生会还算正常，直到楚星河成为学生会会长，才大刀阔斧的改革，整合了所有资源。当时碍于楚星河的名气，虽然有些不合理的地方，但学校还是一路绿灯，使得学生会获得了很大的话语权。而改革之后，楚星河便不断帮忙提升大家的实力。闻言，我不由得疑惑了，按你的说法，这楚星河似乎是个好人，说他是好人，你还是太天真了。楚星河即便去了师大以后，也没有放弃对学生会的控制。还记得刚刚跟你说的吗？学生会的志愿合同引起一些家长的不满，最后就是楚星河出面，将这些声音全部压了下去。楚星河有这么大的能量，他还是个学生吧？还是已经毕业了？目前大3，他的能量是很大，毕竟是20年来唯一一个从鹤城走出来的状元。据说在师大也建立了自己的势力，一中的校长又怎么可能会为了普通学生而得罪楚星河啊？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明白了，既然楚星河有这么大的能量，那忠于学生会不就是忠于楚星河？加上师大名额有限，楚星河如何确保从鹤城走出来的人都能站在自己这边？当然是从名额上下手，确保每一个升入师大的学生都以他马首是瞻。原来你不傻啊！李青青不由一愣，我说的猜想跟他调查出来的结果几乎一致，所有进入师大的学生都去了楚星河的那一所。我笑了笑，你跟我说这些，该不会是想要拉拢我一起对付学生会吧？不，我想干掉楚星河，让他身败名裂。说着，李青青的双眼不免有些泛红。楚星河怎么你了？我在心里算了一下，2个人相差了5、6岁。楚星河还在一中的时候，李青青连初中都没上，到底能有什么矛盾？然而李青青并没有解答我的好奇，她直接站起来转身离开。与此同时，张宇的办公室内，李国胜突然闯了进来，你们班的马克惹大麻烦了。说着，李国胜将自己的手机递了过去。张宇皱起眉头，当看到屏幕上的内容，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看到了吧，马克直接干了学生会的人，学生会那边不会善罢甘休的。你要是不敢得罪学生会的话，就把马克转到我们班，老子大不了跟他们爆了。闻言，张宇冷冷地看了一眼对方，你打得过楚星河？当年因为志愿问题，硬是逼死了一名女同学，不少家长都跟着发声，高校长也想就此取缔学生会。结果呢，楚星河直接带人从帝都回来了，这件事最后也不了了之了。想跟学生会爆了，你凭什么？那你的意思，我们不管马克了？怎么可能不管？张宇叹了口气，老实说，他也不愿意得罪楚星河，可刚刚的视频看得他热血沸腾，才入学8天就培育出了几十只异形，如此天才的御兽师，他当老师这么多年来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果真有一个人能够取缔掉楚星河控制的学生会，那么这个人无疑会是马克。而另一边，体育老师张盼盼把我和李青青叫了出来，你还真是不老实啊！开学第1天就打了陈凡，现在又跟学生会起了冲突，这总不能怪我吧？每次都是别人来找我的麻烦，是吗？张盼盼嘴角上扬，明明你才是最大受益者啊！那些爆脸虫已经寄生了王明的御兽了吧？若是同化异变过的御兽基因，说不定也会觉醒出什么特殊的能力。对了，这次叫你们出来，是因为新生交流赛的事情，课程所有重点学校都会聚集在一起，交流切磋御兽心得。咱们一共有4个名额，除了选中你和李青青外，还有3班的张树人和6班的陈凡。李青青忍不住吐槽起来，学校里应该有比陈凡更厉害的新生吧？张盼盼点了点头，如果从御兽来看，陈凡的确不是最强的，但是他家有钱啊。陈凡他老爸说，如果陈凡能参加这次的交流赛，他愿意给我们赞助，所以陈凡可能会是短板。你们3人在这次的交流赛上绝不能出任何问题，不然很有可能拿不到第1名。对了，陈凡他爸还说，你们要是有什么需要资助的地方，可以尽管开口。我当即掷地有声的回答，陈公子就交给我来照顾吧。时间很快来到了下午，张盼盼的体育课讲起了御兽理论，20分钟后才让大家进入御兽空间实践，而他则是来到了我身边，带我一个。李青青也凑了上来，什么情况？同学施展红满脸疑惑，没什么情况，我的异形可能会异变，所以让盼盼哥帮忙护法一下。那带我一个呗？可以，我点了点头，拿出御兽空间卡，邀请几人进入自己的御兽空间。随着一道光芒闪过，众人来到了一处地下洞穴。马克，你刚刚说的护法是什么意思？感受到里面喷涌出来的寒意，一股不好的预感在施展红心里油然而生，就是字面意思。马克同学的御兽进度过于夸张了，一般进入高2以后才会接触异变，
可抱脸虫拥有寄生和同化御兽基因的特点，说不定会使异变提前发生。无论怎么说，御兽的本质是兽，他们会将御兽师视为自己的同类，然后臣服。一旦他们认为你不够强大，行动就会变得散漫，无视御兽师的命令。最严重的情况还有可能攻击御兽师。我先说清楚，虽然这次的交流赛很关键，但如果你的御兽展现出了攻击性，我会在这里将其扼杀。我点了点头，尽管觉得自己的抱脸虫在寄生狼人后会诞生出非常强大的御兽，可要是真如张盼盼所说，还是尽早解决比较好。马克，你能感受到抱脸虫是否已经完成了寄生？还没有。我摇了摇头。张盼盼应了一声，为了有所准备，他也是放出了自己的御兽地狱火。伴随着一声低吼，一团火焰自前方出现。不多时，一个高大的火之巨人便出现在几人面前。这是御兽。我眨了眨眼。据我所知，所谓的御兽都是一些生物才是，这玩意哪里符合生物的定义了？谁说御兽一定是生物了？张盼盼得意地笑了笑，那只是因为你们这些学生身体和心智都不够强大，所以让你们用最普通的御兽来锻炼能力，只有到了大学才算真正入门。有点意思，真想试一试寄生张盼盼的地狱火啊！不多时，一行人便来到了地下洞穴深处。异形女王依旧是蜷缩着双腿，而抱脸虫的虫卵正时不时从她的产卵器中吐出。若是这些虫卵全部孵化生出的异形，怕不是能轻松超过3位数。这就是天才与凡人之间的差距吗？施展红看得双眼发红。照这样发展下去，感觉马克甚至不用参加高考都能被10大保送进去。张盼盼则一眼看出问题的关键，你的异形繁育速度会不会太快了？数量不断增加，反倒使这里的空间变得拥挤。是啊，我点了点头。从抱脸虫寄生再到异形长成成年体，只需要48个小时，而异形女王的产卵2-3个小时就会完成一次。起初我还觉得欣喜，认为异形种族只要不断壮大，就能成为最强御兽师。可真的培育了才发现，食物、空间全部都需要花钱。这个地下洞穴还是我扩展以后的结果。可即便如此，也还是太小了，甚至因为食物资源不足，一些异形更是进入了冬眠，也是难为你了。感受到自己面临的压力，张盼盼拍了拍我的肩膀。要是能有陈凡那样的家庭，这马克真的要无敌。而就在这时，被抱脸虫寄生的狼人开始颤抖起来。异形女王似乎也感知到这一点，将生产速度放缓下来，注意力聚焦在狼人身上。异形三角龙还有一些雄性异形，则是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异形女王难道是在不安？我挑了挑眉，不会真让张盼盼说中了吧？张盼盼更是对地狱火下达了指令，要是一会儿从狼人身体里冲出来的异形攻击他们，那就直接干掉对方。好在这种等待并没有持续太久，其中一只狼人突然被割破腹部，钻出来一个形似人类的异形。他扫视着众人，虽然没有展现出恶意，但却让人感觉到了一丝寒意。马克，你能命令他吗？张盼盼高度紧张起来，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在高一新生的御兽空间里感受到如此大的压力。坐下，我试探性命令起这只异形，然而他却并没有行动。如此不寻常的一幕，甚至让异形女王感觉到了危机。嘶嘶嘶！只见异形女王的情绪变得有些暴躁，不断用异形的语言斥责起这只刚刚破胸出来的小家伙。眼看对方不为所动，异形女王一下子失去了耐心，立刻对这里的雄性异形下达命令。霎时间，2头异形突然飞奔起来，妄想用力量让其臣服。可就在他们一接近狼人异形时，他手上突然长出3把尖刺，向着冲上来的异形横扫过去。伴随着一道寒光，那2只异形顿时被横腰斩断。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我都始料未及。要知道，异形的外骨骼比钢铁合金还要坚固，结果一刀就被腰斩了。这狼人异形的黑刀到底是有多锋利啊！住手！眼看那些雄性想要冲过来拼命，我连忙喝退了他们。自己的狼人异形未必是有反骨，或许是刚刚破胸，对这个世界还处在懵懂的状态。从那2只异形身上感受到了敌意，才被迫反击的。张老师，李青青下意识看向张盼盼，马克的御兽要怎么处理？在他看来，这异形已经超脱了我的控制，若是继续放任下去，搞不好我也会有生命危险，只能在这里干掉他了。张盼盼的眼眸里透露出一抹杀气，旋即对地狱火下达命令。等一下，盼盼哥！我连忙摆手，可谁知道地狱火已经采取了行动，握拳冲向狼人异形。可就在地狱火的拳头即将落在狼人异形身上时，后者竟突然消失不见。轰！伴随着一道巨响，整个地下洞穴都开始晃动。李青青倒抽了一口冷气，一方面惊叹于地狱火的实力，另一方面，马克的狼人异形怎么不见了？与此同时，我的耳边也响起了御兽空间的提示音：恭喜御兽师，异形发生异变，诞生技能前行术。我先是一怔，异变还有技能，想必自己的狼人异形是使用前行术躲开了地狱火的攻击。而此时，狼人异形突然出现，握着黑刀对着地狱火的肩膀就是一个劈砍，随着一股气浪向着四周扩散，地狱火胳膊竟直接被硬生生的斩了下来。施展红的嘴巴长成大大的 O 型，他做梦都没想到，我弟狼人异形竟然压制住张盼盼的地狱火。他可是体育老师，有着近10年的御兽经验。盼盼哥，让你的地狱火停止出手吧。张盼盼不由一怔，你说什么？虽然他的地狱火被砍下一条手臂，但算不上什么致命伤。只见地狱火转动身体，一团火焰向着地面涌动，卷起掉下去的手臂重新接上。马克，我知道你舍不得，但是一个不听话的御兽会带来很大麻烦。更要命的是，像这样的异形还有4只没有孵化，若是不在这里帮你解决问题，你这段时间的努力很有可能会付之东流。不，盼盼哥，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你刚刚说，只要御兽师足够强大，御兽就不会反抗其命令，对吧？双方四目相对，张盼盼也
从我眼中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坚定。这家伙不是在虚张声势，好吧？最终他语气一松，命令地狱火助手后退了几步。只见我一步步向着狼人一行走去，闹够了吗？而这狼人一行也不回应，只是观察着我，似乎在判断我会不会畏惧自己。忽然他向前迈出一步，想要以此来逼退我。一旦自己退缩了，那他就有可能乘胜追击，没有逃跑，反而是向我接近了吗？那不如再靠近一点。我语气冰冷地说道，然后向前踏出一步。异形是虫巢社会，等级森严深刻在基因之中，而狼虽然也是阶级动物，但强大的狼可以向狼王发起挑战。在我看来，可能是这种行为影响了狼人一行的判断。看着我主动接近过来，一时间狼人一行迷茫了，把刀收回去。而在这命令下，狼人一行竟真的收起了黑刀，并缓缓弯曲了膝盖跪在我面前。那个家伙屈服了。施展红用手揉了揉眼睛，他还以为狼人一行会对我出手，没想到我仅凭气势就压制了对方。张盼盼也长松了一口气，真是不可思议，以这种水平的预售，现在就可以去参加高考了，即便考不上10大，考个普通本科也是轻轻松松的事。很好，我看着完全臣服于自己的狼人一行，满意的点了点头。可就在这时，另外4只异形也都从狼人的身体破胸而出，众人好不容易才放松下来的神经再一次紧绷起来。可谁知道这4只异形并没有像第1只那样叛逆，反而一出来之后便纷纷单膝跪地，恭喜宿主完成异变，您的异形获得新技能同步。我挑了挑眉呢喃一声，下一秒那4只异形竟被一股力量拉扯起来，飞向最开始那一只狼人异形。张老师，这又是什么情况？异变的技能？张盼盼倒吸一口凉气，他看出这是异形在异变过程中诞生出了技能，但这合理吗？正常异变只是改变预售的形态，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异变出技能，而此时那4只飞过去的异形好似变成液体一样进入了第1只狼人异形身体里。我不由一怔，5个异形变成了1个，那不是亏了吗？稍微犹豫了一下，我试探着念叨了一句分离。话音刚落，身前的狼人异形快速晃动起来，将原先那4只异形分裂出去。这不就是镜像吗？我突然想到了魔兽争霸3里的剑圣，前行术对应着疾风步，同步分离对应着镜像，是不是这狼人异形发育到一定程度还能使出剑刃风暴？想到这，我看向张盼盼问道，每只预售在异变时都会获得技能吗？并不是，只有极少才会，不过可以在后天依靠自身与预售师的努力自创技能出来。我点了点头，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异形会诞生出类似魔兽剑圣的技能。难道说盼盼哥预售的技能会不会跟预售师的认知有关？的确有这种可能。张盼盼点了点头，这种理论之前就有预售科学家提过，预售异变技能很有可能就是预售师的心灵写照，亦或是精神能量的具现化。不过也有一个问题，如果真的是这种东西赋予预售技能的话，那为什么只有极少部分预售师能让预售获得先天技能呢？虽然有人试着解答，但这种问题就像是钻入一个死胡同，难以有说服他人的假说。久而久之，先天技能的关键也就没人能弄清楚了。不过张盼盼深吸一口气，虽然这种假说没有科学支撑，但我倒是觉得是对的，因为我的预售也诞生出过先天技能来，并且那个技能是我小时候一直想要拥有的能力。是什么？李青青和施展红异口同声地问道。然而张盼盼却直接弹了个脑瓜崩，别瞎打听。我则若有所思地站在原地。换句话说，异形可以将我记忆深处的技能具现化出来，所以才得到了疾风步和镜像。而又因为这个世界没有魔兽争霸这样的游戏，所以预售空间并不知道疾风步的正确叫法，才称之为前行术。以前玩魔兽争霸时，剑圣的确是自己最喜欢的英雄。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异形女王。要是魔兽剑圣的技能能够出现在这个世界里，那万花筒写轮眼、木盾、法天象地，一时间我忍不住惊叹起来。自己知道的东西放在这个世界，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啊！盼盼哥，如果我想让异形女王异变，该怎么做？只要学分够了，就可以进行异变选择。而这次的新生交流赛，如果能取得不错的成绩，学校就能奖励你们学分。除此之外，这些学分还可以为预售定制装备、兑换各种资源、现金等等。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既然知道了异变方法，那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积攒学分了。就这样，我拿出预售空间卡，与众人一起回到了现实世界。与此同时，学生会活动室，前锋紧张地走了进去。吴哥，跟你说了多少次，在学校的时候要称职务。被叫做吴哥的人，正是这一届的学生会副会长吴明剑，也是鹤城一中排名第4的强者。接下来几天，学生会的人没再来找过我，自己的校园生活也恢复了平静。狼人一行在喂养下进入了成年体，仅仅站着不动就能给人带来极强的压迫感。对于这一次新生交流赛，我可谓是充满了信心。直到1个星期后，张盼盼带着我们几人来到了交流赛现场。预售体育馆中，这次参加的学校一共有4个，其中1中、3中、8中都是鹤城的重点高中，只有这育才高中是民办的私立高中。他们的校长名为刘子龙，年轻时不仅是青浦军校的校长，还上过战场。我在穿越到这个世界后查过大概的历史，1930几年时，隔壁樱花国为了夺取华国的预售资源，曾发动了预售战争，虽然最后溃败，但却杀害了不少华国的预售师。即便时至今日，两国之间的预售师依旧存在很强的竞争关系。如今听到育才校长是青浦军校出身，还参加了预售战争，我瞬间明白育才的学生为什么都是光头。好家伙，这是把自己的高中当军校了。此时主持人向大家介绍道，这次
次的流程一共分为2个环节，第一部分是擂台赛，由抽签来决定交手，各个队伍可以自行安排出战顺序，那一方的新生被全部淘汰便算输了。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我被选为队长进行抽签，结果也很快出现，由1中对战育才，3中对战8中，首战便是1中 vs 育才，请多多指教了。马克同学你好，我与育才的队长打了声招呼，背对背离开了抽签台，接着一名裁判来到场上，让各队制定出战顺序，我先来吧。陈凡自告奋勇想要打头阵，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的预售自然是比不上其他人，这种情况下理应让自己先上场，既能试探育才虚实，也能消耗对方体力。众人闻言纷纷点头，也都觉得可行。可等他们转头征求我的意见时，却发现我已经站在了擂台上。此时对方育才高中也派出了选手登上擂台，随着裁判宣布开始，对决场地竟然瞬间变换。我叫高寒，还请马克同学能多多指点。说着高寒便放出了自己的预售，赫然是一只灰狼。虽然这头灰狼足有2米左右，妥妥的狼王级别，但在我眼里简直是毫无亮点。那就速战速决吧。想到这，我直接放出了狼人一行，随着狼人一行抖动手腕，黑刀便从他的手关节上凸起，这散发出来的气势顿时让高寒的灰狼瑟瑟发抖，夹住了尾巴。什么情况？马克的预售能使用装备？主持人咽了一口唾沫，不是装备，而是从他手上凸出来的一块骨节。难道是换兽种吗？而此时细心的观众赫然发现，那灰狼竟控制不住的喷起尿来。高寒也是脸色苍白，这打个毛啊！马克的预售在他眼里简直跟高达似的。等一下，裁判我弃权。我不由一怔，不是哥们，新生交流赛还带弃权的？裁判见状来到比赛场中心，向全场观众宣布了这一结果。第1回合，马克获胜。霎时间，观众席一片哗然，交手都没交手就直接放弃，顿时引起了他们的不爽。主持人也尴尬的笑了笑，在明知自己不敌的情况下，选择弃权，不失为一种理智。让我们把注意力重新放到比赛场上。育才那边好像出了一些问题，主持人注意到育才的学生似乎正在与裁判进行交流，大概半分钟左右，裁判宣布了交流结果，育才另外2名新生同样宣布了弃权。就在所有人觉得扫兴时，育才队最后1名新生竟慢悠悠地走到了比赛场上，正是他们的队长王大龙。不错嘛，我还以为你们会集体投降，没想到还真有一个敢挑战自己。别误会，老实说，我也不想让我的预售跟那种怪物打架，但是没办法，要是连我这个队长都弃权的话，那育才就输得太难看了。王大龙挠了挠头，随之放出了自己的预售，一头站立起来的巨鳄。随着他一声令下，巨鳄猛地向着狼人一行冲去。就在他拳头即将倾泻到对方身上时，狼人一行竟神奇般的消失了，不见了。王大龙很懵逼，连忙四下寻找狼人一行的位置，而观众们也都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只有我明白，这是狼人一行的前行术。只听唰的一声，狼人一行再次出现，手握黑刀就是一个横扫，那看上去结实无比的鳄鱼皮在斩击下不堪一击，眼看巨鳄被扫飞出去，王大龙吓了一跳，连忙冲了过去。然而狼人一行早已快他一步，出现在了巨鳄身旁，锋利的黑刀直指对方咽喉。够了！我连忙大喊一声阻止，毕竟只是交流赛，没必要伤其性命。我没看错吧？这就结束了，秒杀！这就是鹤城一中第1人的实力吗？现场观众顿时一片哗然。我认输了。王大龙咬了咬牙，双方之间的实力差距根本就是云泥之别，自己毫无胜算。随着2人各自下场，主持人感慨了几句，便开始宣布接下来是3中与8中的较量。与此同时，我一回到休息室，就看到李青青气鼓鼓的样子。你这次可算是出了风头，都不让我们表现一下。张盼盼也语重心长地说道：“你们是一个团队，是一个整体。也许3中育才的新生实力都很弱，仅凭你一个人就能轻松战胜，但这个世界是很大的，你早晚会遇到强大的对手。等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个人力量在集体面前的无力感。马克，下一场比赛你最后一个出场。”好，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随后观看起3中与8中的较量。这8中虽然也是重点高中，但整体质量却远远不及3中，甚至没等到队长李金出场，8中的4名新生就已经全军覆没了。轮到我们和3中了，陈凡你率先出场，然后是张树人、李青青，最后是马克收尾。张盼盼采取从弱到强的顺序，这样一来，每个新生都有出场的机会。好，陈凡激动地握紧拳头，随后快步来到了会场上。而3中这次派出来的新生是韩冰，刚刚对战8中时，也是他站出来打的头阵，而且还以一己之力打败了2名8中的同学，鹤城最强高中之名也该换主了。韩冰一边说着，一边放出了自己的预售，赫然是一头犀牛，只要有马克在，一中就不可能会输。陈凡话音落下，也放出了自己的预售，只听一阵咆哮声，一头暴龙顿时冲了出来，这是他的第2只预售，还是选择了古代种，干掉他。随着韩冰的命令下达，黑角犀牛发出一阵低鸣狂奔过去，而暴龙猛地转身，甩动身后的尾巴横扫出去，一时间黑角犀牛直接被打翻了出去。站起来！韩冰紧咬着牙，催促自己的黑角犀牛起来再打。可此时暴龙却已经张开血盆大口，对着他的脖颈咬了下去。这一局胜者一中陈凡。裁判快步上前宣判了这场比赛的结果。一中休息室内，陈凡他挺能干的嘛。李青青虽然看不上陈凡这样的关系户，但不得不承认，他的预售的确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弱。虽然陈凡的天赋没有那么出众，但他却愿意为之努力，加上家里的帮助，才有了今天。论实力，即便是放眼整个鹤城一中，也是能排进前10的存在。很快，3中派出了第2名选手耿光伟，而他放出的预售竟然是一名人类，不是人类。陈凡倒吸一口凉气，对古代种有所研究的他，很快便看出了区别。你的预售是直立人，直立人的出现曾是人类演化过程中的
的一个里程碑，他们最后走向了灭绝，所以也不是现代人类的祖先。按照预授律法，可以作为预授。废话少说，看看是你的暴龙厉害，还是我的亚当厉害。耿广伟握紧拳头，命令亚当出击。亚当，陈凡眉头一皱，这个耿广伟还真敢给自己的预授取名字啊。不过直立人作为在蓝星上生存了100万年才灭绝的生物，他们的掠食能力十分出色。嗷吼！暴龙狂奔向前，将尾巴横扫过去，可亚当却一个滑铲，来到暴龙腿边就是一发重击。只听一道巨响，暴龙庞大的身躯瞬间失去平衡，杀了他。伴随着耿广伟下令，亚当双手抓起铁锤，对着暴龙的脑袋狠狠砸去。砰！一股恐怖的气流向着四面八方席卷，暴龙也在这股威力下轰然倒地。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亚当明明击败了暴龙，却并没有停手，而是猛地转身，将目光聚焦在了陈凡身上。你这家伙！陈凡瞥了一眼耿广伟，他知道这家伙的人品一直都有问题，却没想到敢在新生交流赛上乱来。毕竟是直立人，脑容量不够，有时候听不懂预授师的命令，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吧？耿广伟故意压低声音，好让陈凡一个人听到这话。下一秒，亚当径直冲向了陈凡，一脚踢在对方小腹上。住手！眼看局势不对，裁判这才连忙阻止，不可攻击预授师。此次黄牌警告。抱歉，我的预授脑力不太聪明，有时候听不懂我的命令。耿广伟耸了耸肩，亚当也随之退回了他身边。一中休息室内，李青青愤怒地握紧拳头，这个家伙绝对是故意的，下场你上可要小心点。张盼盼则是提醒张树人要小心耿广伟的手段，接着便冲了出去检查陈凡的伤势。很快比赛继续，张树人来到场上放出了自己的预授，全是排名前3的学霸，培育出来的预授竟然只是常规中的黑豹吗？说着，耿广伟比划了一个手势，他的亚当便猛地冲了过去，而那黑豹不断闪转，避开亚当的铁锤，几番虚晃之后，更是看准机会咬在了亚当的手腕上。接下来就是反击了。就在张树人以为耿广伟会脸色大变时，对方却不怒反笑起来。霎时间，一道道虚弹的光芒从耿广伟身边闪过，两个身材与亚当不相上下的直立人顿时出现。亚当2号、3号，给我干掉那只黑豹！直立人最大的2个特点，除了可以使用工具外，便是他们群居的特性了。有了队长李金的资助，耿广伟开学没多久，就将直立人的数量提升到了3个。互相配合之下，他们可以狩猎任何预授。这时亚当3号搭弓连射，黑豹预感到了不妙，想要躲闪，却被亚当1号抓住了机会，一拳狠狠砸在脑袋上。亚当2号则看准时机，投掷出手中长矛将其刺穿。没想到吧，这便是资源。论成绩，我的确比不上你，但我可是李金大人的心腹，下去吧，弱者！裁判虽然看不惯耿广伟的行为，但还是不得不宣布结果：3中耿广伟1挑2获胜。张树人脸色有些挂不住，只好转身回去了休息室。抱歉，我本想为陈凡同学，不必再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要不是耿广伟在预授的数量上占据了优势，这一局的胜者就是你了。我来吧，我直接向张盼盼要求自己上场。李青青的预授自己见过，是一只小灰鸟，根本不适合战斗，用不着你担心。然而李青青并没有领我的情，直接走出休息室，来到了比赛场上。有小美女，要不要转到我们3中？我一定会好好疼爱你的，给我爬！李青青瞪了一眼耿广伟，随即放出自己的预授，赫然是一只灰色的怪鸟啊！这就是你李青青的预授，也太弱了吧！亚当3号，干掉他！饶是主持人的面色也变得铁青起来，要不是马克异军突起，李青青应该是鹤城一中的第1人吧？他的这预授会不会太弱了？看来马克同学的压力会变得很大。与此同时，亚当3号射出精准一箭，就在耿广伟以为能瞬间结束战斗时，小灰鸟瞬间消失不见，出现在了亚当3号身后，喷出一股热浪席卷而去。霎时间，亚当3号发出一阵惨叫，短短2个呼吸不到，他便全身是火，整个人直接打滚起来。见此，整个观众席都如炸开了锅一般。李青青的小灰鸟竟然会喷火，这是幻兽种吧？没想到这李青青倒是隐藏的挺深啊！主持人双眼放光，那这耿广伟就没有胜算了。比赛场上，小灰鸟将亚当3号烧焦后，对付起了亚当1号，这让耿广伟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要是自己在这里被李青青淘汰，那1中、3中就变成了2v2的局面。要是李世家再输给李青青的话，那李金就要独自面对2个人。李青青和马克又都是幻兽种预授师，不行，不允许这样的意外发生。想到这里，他看向了李青青，只有下策了。亚当2号，耿广伟声音低沉且冰冷。亚当2号也随之心领神会，他握紧长矛投掷而出，笔直的向着李青青刺去。如此骇人的一幕，让裁判的脸色都变得苍白如纸，主持人更是惊大了双眼。疯了，这个耿广伟绝对是疯了！小灰鸟注意到飞驰的长矛，连忙抛下亚当1号撞了过去，可惜根本赶不上。只听扑哧一声，长矛直接刺中李青青的大腿。耿广伟长松了一口气，虽然这样一来自己严重违规，但起码是1对1跟李青青互抱，只要能抱住李金大人的大腿，新生交流赛的成绩对我来说根本不重要。你这家伙把新生交流赛当成什么了？裁判冲了上去，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红牌，要不是有职业操守，他都想给这耿广伟来上一拳。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直立人脑子不太好用，所以才出现了意外。不，这时李青青忽然开口了，不要给他红牌，既然是意外的话，那就应该要让比赛继续下去。尽管心里愤怒了极点，但他却不想以这样的方式收场，自己还没有狠狠教训耿广伟这个家伙。李青青同学，如果不赶紧处理伤势的话，恐怕会对你日后的恢复有影响。不行，怎么可以轻易认输？李青青摇了摇头，然而视线却变得有些模糊。就在他快要跌倒时，却扑进了一个人的怀里。盼盼哥，李青青就交给你了。我一把将他抱了起来，放在担架上。放心吧，马克，新生交流赛
来就交给你了，不要输。我知道，接下来就是私人恩怨了。先是陈凡，接着又是李青青，自己好歹是这一中小队的队长，此仇不报非君子。裁判先生，这家伙说他不是故意的，是一场意外，仅仅因为意外就红牌罚下，我觉得这不太合理，所以还请你们让开，让我们继续比赛。看着耿广伟嚣张的态度，裁判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出手太重。说着他收回了红牌，霎时间现场的气氛被彻底点燃，全都希望我能够狠狠修理这家伙。我成反派了吗？耿广伟并不在意，心里反而是高兴，只要自己在这里干掉他，跟他互爆，胜利就是三中的了。于是耿广伟演都不演了，指挥着亚当1号、2号向着我冲了过去。然而下一秒，两道身影直接出现在亚当1号和2号身后，并一把限制住他们的行动。接着其脸庞便迅速爬上2只爆脸虫，就连被大火烧焦的亚当3号我也没有放过。短短2个呼吸不到，耿广伟的3只御兽全部被搞定。接下来就是你了，你想干什么？一股不好的预感在他心里油然而生。忘了告诉你了，我的御兽也没什么脑子，有时候会无视我的命令。话音刚落，狼人一行手起刀落，向着耿广伟猛劈下去。顿时一道惨叫声回荡在整个体育馆内，一些观众更是下意识扭过了头，不敢去看。只见寒光一闪，狼人一行直接划过了耿广伟的胳膊。医生医生！裁判连忙在场上呼喊起来，并快步来到我身边。够了，马克，只是砍掉耿广伟的一只手，课程一中还能想办法帮忙摆平，要是真在这种场合杀人，那面临的就是刑事问题了。事实上我也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耿广伟的3只御兽被我收入囊中，还被砍掉了一只手。就算这个世界的治疗手段能帮他接上断肢，今后的生活也还是会受到影响。最重要的是，如此失态的比赛，三中势必不会再为耿广伟提供资源，他的御兽生涯到此为止了。想到这里，我才叫狼人一行回来，同时将爆脸虫寄生的直立人收入了御兽空间。这场比赛的胜者是裁判，一把举起我的手臂，大声宣布着。霎时间，全场沸腾，如雷鸣般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当然了，我因为无法控制住狼人一行的行动，被裁判黄牌警告了一下。与此同时，三中休息室内，李金不由得皱起眉头。虽然这耿广伟的确忠心，帮他清扫了张树人和李青青，但是他的手段实在是太难看了，就算赢了比赛，也会对三中的声誉造成影响，真是我们三中之耻。李世家，你可不要像他一样丢人。李世家顿时感觉压力巨大，下意识看了一眼体育老师王颖，希望他能说点什么。王颖叹了口气，要开除耿广伟吗？这样也好。李金点了一下头，等新生交流赛结束以后，就开个新闻发布会跟耿广伟切割吧。闻言，李世家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在他看来，要不是为了李金，耿广伟绝不会拼命到这种份上的。结果到头来就这样被开除了，他倒吸一口凉气，不敢继续在休息室待下去。等来到比赛场上时，裁判低沉着声音道：“准备好的话，就放出御兽开始战斗吧。”因为耿广伟的关系，他整个人都对三中没什么好感了。李世家没有多说什么，干净利落地放出了自己的御兽。这是巨魔吗？我上下打量着，不管怎么看，这玩意都像是西方魔幻小说里的巨魔种子。没错，是跟你一样的幻兽种。我给他取名叫暗影巫师。我双眼顿时放光，自己的异形族群里可没有什么巫师啊！你的暗影巫师我要了。随即那2只雄性异形直接飞奔过去，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对方的能力是什么，贸然让狼人异形冲上去，可不是什么明智的战术。眼看2只异形同时向自己冲过来，暗影巫师阴笑着抬起法杖，顿时一道能量化作铁索缠绕过去，随着一道巨响，铁索直接将异形捆绑起来，另一只则继续向前。然而暗影巫师却召唤出了一只蛇灵，从口中吐出一根根飞针爆射过去。异形虽然感知到了这一切，却没有躲闪的动作，依旧向前冲去。饶是李世家脸色都骤然一变。按理来说，每个御兽师都会无比爱惜自己的御兽，可这无数根飞针几乎要把马克的异形打成了刺猬，这家伙竟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异形喷出的血飙到暗影巫师身上后，竟让其疯狂惨叫起来。欣赏着李世家无比震惊的表情，我这才解释起来，我第一形不仅有坚硬如铁的外骨骼盔甲，它的血更是带有强酸效果，别说是血肉之躯了，即便是几米厚的钢板也能一层层溶解。好无毒的能力，李世家一脸黑线的吐槽，让暗影巫师远离异形，不断制造出蛇灵来。霎时间，5只蛇灵组成一个阵法，将异形困在中间，其中一根根飞针如暴雨般射出，很快就把异形打成了肉泥。马克认输吧，你的异形的确很棘手，但注定是赢不了我的暗影巫师。看来你对我一无所知。我嘴角上扬，异形加上巫术，寄生出来的新异形会有多强大？光是想想我就感觉到无比兴奋。随即我直接放出大量雄性异形，短短1-2个呼吸不到，20几只异形出现在了比赛场上。直到这一刻，李世家才彻底明白过来，为什么我在看到自己的异形受到攻击时没有任何的表情变化了。合着是因为太多，失去1-2只根本不会心疼啊。霎时间，异形们向着蛇灵大阵冲了过去，前仆后继起来，硬是将这阵法的火力给压制住。不仅如此，狼人一行更是闪现到蛇灵附近，扫出黑刀将其腰斩。眼看阵法被毁，暗影巫师彻底慌了，很快就被追上来的异形扑倒在地。去吧，爆脸虫！话落，爆脸虫犹如闪电一般冲锋过去。李世家顿时慌了，虽然御兽空间记录下了暗影巫师的培育数据，回去以后可以再次孵化，但倾注了那么多心血和资源，他可不想从头再来。裁判，我认输，快让马克住手！说着，他拿出御兽空间卡，想要收回暗影巫师，可还是慢了一步。爆脸虫已经扑到了暗影巫师脸上，警告警告！暗影巫师遭到寄生，若是收容到御兽空间，可能会给御兽师带来危险。听到警告声，李世家只感觉大脑嗡的一声，而我可谓是春风得意，成功了。随后立马将被寄生的暗影巫师收回了御兽空间。裁判也在这个时候反应过来，我宣布这场比赛的胜者是马克。李世家咬了咬牙，马克，把我的御兽还给我。什么？你的御兽现在是我的了？实际上，我在参加新生交流赛时就翻阅了比赛
规则，其中并没有提及不可以寄生别人的御兽。我跟你拼了！李世家再也克制不住情绪，向着我冲了过去。你确定？我冷冷地看了一眼，狼人一行随之向前迈出一步，恐怖的气势瞬间碾压过去。扑通一声，李世家双腿一软，直接瘫坐在了草地上。裁判也赶紧比划了一个手势，让保安将李世家带回休息室去。另一边三中休息室，李金大骂了一声废物，忍不住握起拳头。你让组委会的人去通知裁判，让他警告马克，不许再放出那么多御兽。王颖连忙点头，然后转身离开了休息室。半个小时后，组委会工作人员来到比赛场上。你就是马克同学吧？我们刚刚一致交流过了，有关你的御兽要提出2点限制，首先是寄生问题，接下来的比赛你都不可以再寄生别人的御兽，不然的话，我们将直接取消你的比赛成绩和资格。有异议吗？如果我有异议呢？你可以用弃赛的方式来进行抗议。我皱了皱眉，什么叫弃赛抗议？合着不答应你们的要求就不能继续比赛了？虽然听陈凡说过，这李金的老妈是3中副校长，认识的人不少，但临时更改规则，着实出乎了我的意料。然后就是第2个要求，数量，你的异形太多了，这样对比赛很不公平。说着，工作人员一边伸出2根手指，限制只能用2只御兽。我一脸无语，不是，刚刚耿广伟还使用了3只御兽，怎么到我这里最多就是2只？你们不觉得这样做太不要脸了吗？艾马克，继续比赛吧。裁判虽然也感觉这样的限制不太合理，但有时候个人的力量就是如此无力，即便是他这个裁判也无法干涉组委会的限制，而且就算现在去联系一中的领导，让他们干预也来不及。算了，我摆了摆手，让那个叫李金的家伙上来打吧。就算不用寄生和人海战术，我的异形也不可能会输。当这一限制公布，全场顿时传来一片嘘声，似乎在为我打抱不平。而这时李金也走到了比赛场上，放出你的御兽吧，别那么心急嘛。说着，李金故意压低了声音，要不要来做一场交易？就算你赢了这次的新生交流赛，也不过才20万奖金，而且还要跟其他人平分，不如输掉这场比赛，我愿意支付30万给你，怎么样？虽然动用了家里的关系，让组委会临时限制马克的御兽，可以想到异形狼人的剑术和惊人速度，李金依旧没有十足的把握。一旦在这里被打败，3中对自己的期望是小，搞不好的话，自己老妈也会受到针对。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才不得不提出假赛的要求，真是不错的条件。我嘴角上扬，浮现出一丝微笑。不过我拒绝，竟然敢主动拒绝自己，找死！李金瞬间怒了，放出了自己的御兽，竟然是半龙人。裁判不由得惊呼起来，还有他手里使用的武器，似乎也不是普通的钢叉。主持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注意看那个钢叉上的标志，赫然是龙泉工业的 logo。相传他们打造的御兽装备是华国最顶级的存在，光是定金往往就达到6位数，真有钱啊！主持人一时间都不免有些眼红。最稀有的幻兽种半龙人，再加上最顶级的装备，这马克要怎么打啊？看着裁判眼里的震惊，李金嘴角上扬，看到了吗，马克？这就是我和你之前的差距，干掉他！卢卡斯，前行术！我也不再客气。只见异形狼人瞬间消失在原地，不过卢卡斯并没有慌乱，身为半龙人的他，拥有与人类相当的智慧。他缓缓闭上眼睛，似乎是在感知异形狼人的气息。下一秒，卢卡斯张开双臂，一道雷光从身上绽放，形成一层护盾，而异形狼人也在这一刻显现出来，举起黑刀与雷光结界碰撞在一起。这时卢卡斯猛地睁开双眼，释放出更为磅礴的电流，轰隆隆，异形狼人硬是被这股力量给掀飞了出去。怎么样，马克？卢卡斯手里的武器名为电叉，不仅拥有十分夸张的硬度，还可以强化其力量。刚刚的招式便是强化之后的效果。李金话音刚落，卢卡斯径直冲了过去。面对来势汹汹的家伙，异形狼人连忙抬起黑刀抵抗，可卢卡斯的力量却要更大，硬生生将异形狼人给推动了出去。与此同时，主持人紧张地观察着战况，无论是体型、力量、速度，异形狼人都是马克放出的异形中最为强大的一个。然而现在却被半龙人压制的难以抵挡。要是没有组委会临时更改的规则，马克的异形大军绝对能够将其打败。而观众们都捏了一把冷汗，看来马克只能走到这里了。而此时我也看出了异形狼人的颓势，没想到装备对御兽的提升竟然有这么大。同步，在我的命令下，异形狼人分裂出4个，从不同方向朝着卢卡斯跳劈过去。见此，卢卡斯再次张开双手，唤出一道雷光结界，轰隆隆，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雷鸣声，异形狼人的同步全部被震飞出去。呵呵呵呵，李金再次冷笑起来。再告诉你一件事吧，我最开始的御兽只不过是一个常规种，还好母亲动用了一些人脉，从10大的学生那里复制来了卢卡斯的各种数据，才让我拥有了这幻兽种的半龙人。这就是有钱人和普通人之间的差距。就算你先天就拥有幻兽种御兽，又能怎么样？一中休息室内，张盼盼也紧张了起来。龙泉工业的定制装备实在是太强了，要是没有电叉，卢卡斯绝不可能造成那么大的破坏。难道真的就只能到这里了吗？比赛场上，我看着落入下风的异形狼人和李金的冷嘲热讽，最终叹了口气。如果你再狠心一点，直接把我的御兽限制到1只，说不定还真有机会打败我。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李金不由一怔，心里产生了一丝不安。就让你见识一下吧，真正的异形。话音刚落，一道光芒从我身边闪烁，一团黑漆漆的庞然大物瞬间到了卢卡斯身后。他下意识转身，却看到一个大家伙在俯视着自己。这一幕瞬间让所有人倒抽了一口冷气。不是，这是高一新生培育出来的，也太恐怖了吧！这马克一直都没有认真吗？主持人当场惊呼起来，真是难以置信。我们贺城竟有如此妖孽的御兽师。与此同时，异形女王已经举起手掌，向着卢卡斯猛落了下去。后者连忙再次形成雷光结界，轰隆隆，这顿时掀起一股恐怖的气浪。异形女王的手掌硬生生在结界上撕裂出一个口子，穿透进去，将卢卡斯拍翻在地。那根价值几百万的电叉也旋转着飞了出去。还得是异形女王啊，最原始的暴力美学。我旋即转身望向了裁判，裁判，
可以宣布结果了吧？对方不由一怔，整个过程发生的太过迅速，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这局比赛的胜者是贺成义中马克。顿时，整个观众席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主持人也兴奋的鼓掌。让我们恭喜马克带领贺成义中拿下这场新生交流赛的冠军。接下来的事就比较简单了，李青青和陈凡被送去了医院，所以颁奖环节就只能让我和张树人来进行。而另一边，身为学生会副会长的吴明建刚一推开学生会会议室的大门，就看到会长马万峰正站在窗边。自从升入高3后，他便很少过问学生会的事，如今突然找来，吴明建心里多少有些忐忑。帝都大学那边来电话了？什么？吴明建不由一怔，脑海里随之浮现出一个男人的名字——楚星河。马克这次在新生交流赛的表现相当不错，据说还引起了楚学长的注意。无名的事我听说了，接下来该怎么做，你应该明白吧？与此同时，我跟着张盼盼前往医院，本以为李青青的伤需要静养1-2个月，可没想到这个世界的医疗水平也是更加发达，才短短半天时间，李青青腿上的伤就已经完全愈合了。就在我感到惊讶时，病房外传来一阵敲门声，正是班主任张宇前来关心李青青的情况。医生说没什么事了，但还需要观察一下，要是没有什么大碍的话，明天就可以出院了，没事就好。张宇这才长松了一口气，你来的正好，联赛的事由你来说吧。好吧，其实新生交流赛是为了选出贺成的代表参加黑江州联赛，如果能够拿到前3的成绩，还可以在高考进行加分。闻言我顿时来了兴趣，贺成一中往年的成绩是什么样的？往年吗？张宇尴尬一笑，连小组赛都杀不出去。什么？卫冕也太拉了吧？没办法，那可是州级交流赛，一中虽然是贺成的牌面，但在黑江州却一直都是倒数1、2的存在，那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呢？张宇稍微想了一下，有一次倒是拿了一个亚军，上线亚军，下线小组赛不出现，这个差距也太离谱了吧？张宇老师，你说的那个亚军该不会是楚星河吧？没错，张宇点了一下头，楚星河是那个黑江州的状元吧？张树人顿时疑惑起来，既然能拿下状元，那就说明他是黑江州第1人，这到底会败给谁呢？楚星河没有输，那一年楚星河高2，他在小组赛带领队员强势杀出，击败了庆2中，爆了那一年的冷门。要知道，哈3中、庆2中、齐齐尔4中以及嘉义中是黑江州的4大高校，楚星河能够打败庆2中，已经是改变贺成历史的壮举了。但是上天并没有眷顾我们，在楚星河带领一中杀入4强赛时，遭遇的对手是哈3中的天骄们。一听到哈3中，张树人当场倒吸了一口凉气。黑江州最强高中哈3中，听说里面有个重点班，哪怕是倒数第1的差生，都是幻兽种育兽师。闻言我猛地反应过来，等等，张老师，你说楚星河拿了亚军，但他在4强就遭遇了哈3中，那岂不是说？没错，楚星河一挑4先翻了哈3中。说着，张宇却是苦笑起来。其实楚星河也不想一挑4，实在是哈3中的学生太妖孽，上来就是一挑3，把楚星河的队员全部淘汰下去了。后来虽然打败了哈3中，可他自己也搭进去半条命，以至于决赛的时候都没能参加，所以一中才止步亚军，输给了嘉诚。因此我才会说楚星河没有输。听到这里，我不由得沉默下来。虽然对学生会那些事有所不满，但不得不承认，这个楚星河的确是很厉害的人物。了解完黑江州联赛的情况，我便和众人一起返回了学校。刚回到宿舍，门外突然传来一阵门铃声，可推开大门时，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副陌生面孔。你就是马克同学吧？我叫吴明建，是学生会副会长。一听到学生会这个头衔，我顿时变得警惕起来。不知吴副会长来此有什么事？你和前锋之间似乎有些误会，今天来是给马克同学一个交代。说着，吴明建比划了一个手势，我顺势看去，只见前锋正浑身是伤的站在楼梯口。马克同学，上次的事是我擅自做主，还希望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一般见识。如果换成别人，说不定看到这一幕也就选择原谅前锋了，至少表面上也会给吴明建一个台阶。可我根本不屑于给他好脸色，你给我当傻子吗？如果没有上面的交代，前锋也不会带人过来找我签合同吧？吴明建有些愣住，这个马克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一旁的前锋更是被吓得不轻，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钱学长，我们之间的矛盾已经过去了，不必如此。说着，我转身就要关门。关键时刻，吴明建抬起手一把抵住，别那么急着下逐客令。除了想要化解你和前锋之间的矛盾，还有一件事想要跟马克同学聊聊。说着，他又掏出了一张银行卡，什么意思？想用钱贿赂我？不是的，毕竟你这次为我们学校争光，该得到一些奖励。闻言我笑了笑，这才后退一步，邀请吴明建进来。说正事吧，吴副会长特意登门，应该不只是为了送钱给我吧？实不相瞒，我跟现在的会长马万峰都是高3生，明年就要参加高考离开一中了，所以我是诚心希望马克学弟可以加入我们学生会。说着，吴明建又掏出了一张邀请函。对了，这个不知道马克同学是否感兴趣？